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糖尿病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。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，导致血糖过高引起的代谢障碍。其实糖尿病是可以提前发现、避免和控制的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控制血糖和预防糖尿病很有帮助的食疗方，能够很好的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耐量，达到降低血糖、降低血脂的作用，同时还能够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，软化血管，解除疲劳。这种方法不仅简单，而且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。早上血糖高，喝上一碗，血糖很快就会降下来。一起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。南瓜在我们生活中并不陌生，南瓜的口感香香的、软软糯糯的，特别好吃。虽然普通，但是营养价值很高。南瓜不仅可以护眼养胃、养肝护肾润肠排毒减肥，还能够降低血糖，比吃任何的补药还要补。南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钴和果胶，钴是合成胰岛素的重要微量元素，南瓜中的汞含量特别丰富，所以平时多吃一些南瓜，有助于胰岛素水平的调节，从而预防糖尿病、降低血糖。果胶有很好的吸附性，有助于清除体内的细菌、毒素和其他的有害物质，并且可以延缓肠道对糖的吸收，达到一定的减肥目的。南瓜有消除致癌物质亚硝胺突变的作用，能够预防癌症，并且能够帮助肝脏功能修复，增强肝脏功能的再生能力。多吃南瓜能够预防高血压以及肝脏、肾脏功能的一些病变。南瓜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锌，参与人体内核酸和蛋白的合成，是肾上腺素的固有成分，为人体生长发育的重要物质。下面再准备半根胡萝卜，先把胡萝卜的外皮去掉。胡萝卜的营养价值比较丰富，它能够为机体提供丰富的胡萝卜素。胡萝卜素进入人体之后转化为维生素 A， 可以促进视力的恢复，特别是晚上，能够让视力更加的明亮。同时胡萝卜素也能够避免皮肤黏膜的过度氧化，对于美白和增肌都有很好的作用。胡萝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进入人体之后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，维持肠道的微生态，保护肠道健康。萝卜削去外皮之后，将它切成片，厚度适中就可以。切好之后和南瓜装在一起。再准备半根山药。山药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，主要功效是生津养肺、滋肾补精、健脾益胃。山药能够改善肾虚所导致的滑精、遗尿、头晕目眩、腰膝酸软等症。山药对于肺虚造成的久咳不愈也有非常好的缓解作用。山药中含有丰富的皂苷、淀粉酶、多酚氧化酶，特别有助于降低血糖、降低血脂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接着再准备10克小米。小米是一种公认的养胃谷物，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小米能够安神助眠，对于心烦不寐、心神不宁，常吃小米有很好的安神助眠、促进睡眠质量的作用。小米的营养价值是极高的，特别有营养，能够和胃益肾，对于肾虚导致的须发早白、腿脚无力、四肢酸软，小米都具有很好的调理作用。经常吃小米还可以缓解疲劳。小米当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，
维生素、淀粉，可以很好的缓解疲劳，恢复体力。我们在清洗小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不要用手使劲揉搓，要不然小米的营养会流失。淘洗次数一般1到2次就可以了。现在准备一个砂锅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开大火把水烧开。水开之后，再把小米放进去。小米一定要开水下锅，这样米油才容易煮出来。然后继续开大火，把小米煮上10分钟的时间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10分钟之后，再把其他的食材倒进来，将它搅拌一下。这个时候就可以转小火了，盖上盖子，继续煮上25分钟。时间到之后，现在小米煮得比较粘稠了，先把浮沫撇掉。要想小米粥好喝，小米粒粒开花，我们需要在小米快熟的时候继续把它搅拌一下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这样小米才会粒粒开花，小米粥才会粘稠好喝。搅拌3分钟就可以了，这样小米粥就熬好了。一般100克小米中含有3.2毫克的糖，可见小米含糖量并不高。糖尿病人适量吃小米是不会导致血糖升高的，并且南瓜可以调节糖尿病的葡萄糖耐量，对糖尿病人降低血糖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如果是糖尿病朋友，早上可以喝这道粥，但不宜进食太多。平时糖尿病朋友也要少吃水果，尤其是含有较多果糖和葡萄糖的，这样的水果要少吃。再者不能饮酒，少吃高糖多盐的食物，并且保持一定的运动，这样血糖才能避免升高，并且得以控制。这道粥可以帮助我们养胃补肾，控制血糖，并且安神助眠。如果是经常夜里睡不好、失眠多梦的朋友，也可以多喝这道粥，可以帮助你提高睡眠质量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